嗨，大家好，很久都没有更新视频了。如果你们够细心的话呢，就会发现我身后发生了一点变化。没错，我搬家了。那我之前的房东呢，他想把他的房子卖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找了一个新的房子。如果你们看我之前视频的话呢，就应该知道，我以前是和一个女生一起合租的。那个女生虽然说人还不错啦，但是呢，不是太干净。所以呢，虽然说现在我的房租是我之前的2倍还要多，但是我仍然非常高兴，我可以搬出来一个人住。而且呢，我真的也很喜欢早上被阳光叫醒的感觉，因为我的客厅和我的书房呢是朝东南向的，所以早上的阳光真的非常的棒。我是4月1号搬进来的。那刚开始的几天呢，因为家里没有装网络，所以呢，我过了几天没有网络的生活。那之后呢，又是因为蒙特利尔下了一场冰雨，然后导致全市大概80%的人呢都没有电了。那我又过了几天既没有网络又没有电的生活。我觉得这是上帝在考验我的极限吗？其实刚开始没有网络的几天呢，我并不是觉得特别的难受，因为我本来对网络的依赖性就不是特别的强，而且呢，那几天因为刚刚搬进来，所以呢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要打扫房间，然后整理房间，非常忙，然后也没有时间去网上看视频之类的。那但是后面几天没有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比较难受了，因为没有电的话，我就不能做饭，没有热水，然后最要命的是，我非常的怕黑。其实呢，我从小就非常的怕黑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跟我爸妈住在一起，那个时候呢，我的房间是在最北面的。那如果我要晚上去洗手间的话呢，我就需要打开我们家几乎所有的灯。首先呢，是我房间的灯，然后呢，要经过客厅。打开客厅的灯，之后是厨房，打开厨房的灯，最后呢就是打开洗手间的灯。所以有一段时间呢，我爸爸怀疑我是不是得了夜盲症。夜盲症的意思呢，就是有些人到了晚上就看不清东西。那当然我没有夜盲症，我只是怕黑而已。而且在小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如果没有光的话，你走路呢，后面就会有东西跟着你，是不是很幼稚？那长大以后呢，如果我是一个人在家，我都是会开灯睡觉的。所以说在没有电的那几天呢，我只能点蜡烛睡觉，一下子觉得自己回到了中世纪。那我就觉得可能在没有电的那几天呢，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治疗我的黑暗恐惧症。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疗法叫暴露疗法。那正常的人一般情况下呢，都会回避自己所害怕的东西。但是暴露疗法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你害怕什么，就让你暴露在你害怕的这个情境当中，让你没有办法回避你害怕的东西，一直到你不再害怕它。那比如说，如果我害怕黑暗的话呢，我就让自己一直待在黑暗当中，然后一直等到我不再害怕它。不过呢，好像没有什么用，因为昨天我家来电了，我仍然晚上呢是开灯睡觉的。虽然说这次大停电让我在又黑又冷的房间里待了3个晚上，
也没能治好我的黑暗恐惧症。不过呢，我朋友们的情谊呢，真的给了我非常多的温暖。那因为我没有办法做饭呢，就有朋友带我去餐厅吃饭，然后解决我的一日三餐。那还有我之前的房东也让我回我之前的房子洗澡啊、看书这样子。那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发来的问候，真的让我觉得就是给了我非常多的温暖，也让我有了抵御黑暗的力量吧。我觉得就是身边有这样的一群朋友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。虽然说我在找男朋友这件事情上没有很多的运气，但是我在找朋友这件事情上真的是运气太好了。之前呢，我搬家也是我的朋友帮我的。那就是搬家之后呢，我想请他吃饭，但是呢，他还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他说我最近搬家啊，买很多东西已经花了很多钱了，所以他不想让我就是再请他吃饭，花更多的钱。其实呢，在蒙特利尔吃一顿中餐当然是不便宜的。那如果我请专业的搬家公司帮我搬家的话，那是更加贵的。但是我觉得，贵的呢不是大餐，也不是服务，而是情谊。所以呢，在中文里面，我们有一个词语叫珍贵。那我们说珍贵的情谊。所以当我们用珍贵这一个词的时候呢，就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了。今天呢是复活节，然后对于现在又有电又有网络的我来说呢，真的感觉自己是满血复活了。满血复活这个词比较的俏皮，其实是来自于游戏。那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会发现啊，上面有比如说1、2、3、4、5、6格，那是你的血，你的生命值。那当你比如说犯了一个错误，然后受伤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，你上面的有一格就没有了，就是你少了一格血。那当你所有的血一格一格都没有的时候呢，你就死了。那满血复活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可能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捡到了一个宝藏，然后那个宝藏呢，就是可以给你血的，然后你就发现你的6格又满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称为满血复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可以在家里听音乐啊，给自己做饭，然后呢，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系，包括录视频。就完全不用担心我要节约的用手机里面的电，因为前2天呢，我的手机不仅是我和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，而且呢还是我的手电筒，所以呢我要非常节约的用我手机的电。那所以今天我所有的这些事情我都不用再担心了，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。有的时候真的觉得，就是当你有电有网络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一直等到你失去了，你才会发现啊，平时其实有电有网络的时候，你已经很幸福了。那相同的事情呢，还有你身边就爱着你的人和你的健康。所以当你拥有这一切的时候呢，就要学会珍惜和感恩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要记得给我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